广东人呢，水为财啊，所以这边呢，小区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小湖。现在我正对的呢，就是半山的出入口。当然，这是一个大门，也是有可以汽车出入的地方。前面呢，就是出村的大门了，这也是我们开车最多利用的大门。之所以称之为学院路呢，就是因为这边有祈福英语实验学校，这边呢又回到了旧区的大门了。大家好，昨天呢，我在村里骑行啊，试了一下修好的这个摄像机。今天呢，我再次在村里随意的走走，天气非常好啊，真的像这种天气，如果一直能够持续下去就好了。但是四季变化，每天的天气都会不一样，随着季节的变换呢，慢慢这种舒适天气啊也会过去。过段时间呢，广州也会变冷。更要命的呢是到了开春以后啊，那种湿热反潮的天气啊又将会来临，所以还是要只争朝夕，在天气好的时候呢，多出来活动活动啊。无论是骑车还是漫步，大家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欣赏这样的好天气下面的景色。今天呢，我也是在村里随意的转转吧。昨天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相机啊，修完了以后，它这个支架在接上这个摄像机的时候呢，它的角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好像歪脖子这种感觉。那结果我就想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绑了一条皮筋在螺丝上面，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它就可以摆正这个位置。其实呢，这个360相机啊，稍微有点偏了，其实也没什么所谓。但是如果偏到90度，它还是会有一定的盲区，就是那个区域的话呢，它并不是光学的摄像头啊直接拍到的，它可能通过一种计算啊，就是大概能够模拟出来这个区域呢，基本上也能够感觉到啊，它也是完整的画面，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有一点点模糊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讲啊，还是尽可能的把它对准才好。所以我今天就是把它调整一下角度啊，从心理上感觉好像更加舒服一些。今天呢，就在村里随意的走走吧。我突然想起啊，我之前开车曾经在祈福新村的各个大门出入啊，当时我好像算了一下，有6扇大门可以进出祈福新村。后来视频发布以后呢，就有以前在祈福住过的朋友说，祈福的大门何止6个啊。那我想呢，可能我确实不一定是走到了每一个大门，因为除了汽车出入的门以外呢，还有很多是行人可以出入的门。如果把这些加起来呢，我觉得就很难数得清了。那么今天呢，我是骑着单车随意的出来转转，就还是想着看看怎么能够骑车穿行出入一下祈福的各个大门吧。
祈福有2个消防站，一个是比较大的消防站，在怡湖湾边上。刚刚我右侧看到呢，这边也停了2辆消防车，应该也是一个消防站啊。这么一个10几20万人的屋村，有2个消防站呢，我觉得万一有这种火灾的时候啊，就能够被及时的扑灭。因为前天香港大埔发生大的火灾，结果那边有7栋大楼，都是高层建筑，大概有31楼那么高。结果呢，大火扑了1天1夜才扑灭。那现在已经有近100人死亡，大概还有100多人失踪，所以非常惨重的一次火灾啊，非常的可怕。现在呢，我来到了旧金山比较靠西边的一条小山道，这边呢，看看能不能找路到半山那边去。因为半山社区呢，应该是西面的，最西面的有一个鹿村的大门，我就想从那边开始来进出一下祈福的各个大门。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站了在那边跳广场舞，还能过得去吗？那你赶快跟他们买呀，可能这星期多。广东人呢，水为财啊，所以这边呢，小区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小湖。你看啊，这个小湖跟边上的自然环境啊，还是非常的贴合。这个蓝色的小湖不是水蓝啊，是铺了蓝色的这种瓷砖的底，跟边上这种绿树还有红瓦啊，就看上去是非常的协调的环境。看来我只能往这边走了。你看啊，这个村里村民们以各种方式在自娱自乐。刚看到有人跳广场舞，但更多的三三两两的自己到使劲做。看有很多在这边打拳的，打太极的，也有舞剑的，还挺有意思的。这条路呢，并不是适合推自行车的路啊。
从半山的会所后面绕了过来。哎呀，我是推了好久的车，哎呀，上了好多个台阶才来到半山社区。现在我的右侧呢就是半山社区的会所啊。这里呢相对来讲是起伏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像我刚刚从下面也是起了一个很长的坡，然后推着车缓缓而上，又上了很多个台阶才来到这里。从这边出去呢，我相信就是最西边的那个大门了。其实这边非常成熟的住宅区，分成很多个组团啊，每个组团里面呢也都是有湖有绿啊，所以其实还是挺不错的。这个左侧搞了一个什么便民餐厅，虽然祈福所在的这块地呢，当年实际上是一片乱山岗啊，被废弃的一整片的土地。这个发展商啊，把它买下来以后，进行了规划，真的还是弄出了很多就是非常适合居住的各个组团或者说各个小区。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呢，都发展完成了，所以无论是配套啊，还是老百姓居住的环境啊，都相当不错。你看啊，这个右侧呢就是一个学校，叫番禺育民小学。那这边呢有很多的这个住宅楼啊。所以这边就近有这样的教育资源，对这里的居民来讲还是非常的方便。现在我正对的呢就是半山的出入口，当然这是一个大门，也是有可以汽车出入的地方。好，现在我骑出半山的大门。其实祈福新村啊，并不是到这个门就到底了。其实在我的左侧这边进去呢，还有一个学校，并且还有养老公寓等等啊。我相信那边肯定也有这些出入口，但未必呢是通车的出入口。可能就是行人出入或者单车出入的地方。我的右侧呢是番禺的街道的一些办事处，也是一些便民的服务设施。就你要去派出所或者办暂住等等的，都可以到这边来办理的。前方呢就到了祈福新村的一条银行街了，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银行，像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什么银行？建设银行，一大堆啊，还有一个工商银行。所以这边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银行啊网点。所以一般的这个存储或者普通的理财，这边都没问题。右侧呢又是一个学校，叫祈福新村学校，
这边呢都是穿白校服的学生，这个应该是祈福自己主办的一个学校。左侧这边呢，祈福名都又是一个组团社区，这边呢有一些底商，所以祈福名都这边呢有自己的超市、市场，还有各种便民的商店等等，还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右侧学校里面，小朋友们都在做操。这边呢又进入一个祈福的大门，这个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大门了，是名都区的大门。好，现在进了第二个大门。其实我刚刚观察了一下，左侧这边其实有很多通往马路的大门，但是那些大门呢，就只能是行人和单车通行的。今天呢，我就不深入到祈福村内其他的一些地方去骑行了，就是贴着这些出入的大门来回的穿梭一下。现在我经过祈福大道上的这个绿色的大圆盘，然后向着祈福大道的出口骑出去。祈福大道应该是祈福村内最宽敞的一条大道，所以干脆就被命名为祈福大道。以前呢有听说这里原本是要变成市政路的，但是村民们一致反对，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前面呢就是出村的大门了，这也是我们开车最多利用的大门。谢谢。现在我就出了祈福大道的大门了，这边已经在悬挂庆圣诞的装饰物了。虽然呢，我现在已经出了祈福新村的大门了，
但其实这个区域呢，也都还属于祈福新村里面。虽然现在我走的这条算是市政路吧，但是我的左侧马路里面呢就是活力花园，再往前呢就是缤纷汇，也有很多的住宅楼，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商业的广场。左侧右侧这边呢就是绿怡大道，也有一个路口，但这个路口呢是高峰时段才可以通行的，平时呢就是行人没问题，但是单车呢反而就难以出入。右前方呢就是学院路，也是我们出入村特别是骑行最多利用的一条马路。之所以称之为学院路呢，就是因为这边有祈福英语实验学校，这里的学校呢还是比较知名的，很多人在祈福买房子，很多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边屋村里面有一个不错的学校。从学院路掉过头出来，对面呢就是缤纷汇商业街了。那其实上面呢密密麻麻都是住宅就跟村内那些住宅没什么区别。在边上呢也有一个出入口，主要是车辆进出的地方，当然这边也有行人。现在我看但这也是可以出入的，因为做了一种机器的门禁了。现在呢我要拐进祈福最老的一个大门了。在那个商场。这个祈福很多保安们还是比较客气的，他看着你骑单车不方便掏门卡，所以他一般都会帮你开一下。这里呢就已经到了祈福的旧区的会所了。随着缤纷汇开业了，这边生意就比较冷清了，但是还是保留了一些餐馆小商店之类的。这里是七街这些老区呢，我就感觉当时建的房子密度比较低，都是一些算是别墅吧。那你看这边的绿化都搞得不错，因为每一家人家都有一个小院落。房子的对面呢就是体育中心了，有各种各样的体育设施。所以看得出来，当年祈福它的发展的目标就是建一片休闲式田园型的社区，就是大家在这边还是会有很多的绿地、活动空间，自己家里住的地方呢也比较宽敞但是随着搬来的人越来越多现在这边已经没有办法保持这样的低密度的社区状态了，就进而起了很多的高楼。你看这些老房子我一直觉得有点像台湾的眷村
其实这边也有不少的台湾人住在这里。以前我小孩的同学也是台湾来的，他们也都选择这样的地方。到了这边呢，应该来到了祈福最东头的出入口了。你看啊，前面正在盖大楼，这边呢是金峰会，应该是3期的工地了吧。这个门呢我就不出去了啊，就到此一游。我们再到里面去转转啊。我看右侧这边呢还有一个出入的门呢，那这个门呢主要是行人和单车出入吧。这边呢又回到了旧区的大门了。基本上就把我知道的几个大门呢转了一圈，当然远远不止这几个门，因为我经常骑行出村的天湖居那边呢就有一个侧门，也是经常我去到莲花大道的一个出口。但今天呢我们就是随着转转啊，就看看这么大的一个屋村，还是有很多的出入口。这些出入口呢，大部分都是可以走车。当然了，每一个出入口呢，行人和自行车通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村巴通行，有 A、B、C 线，也有1到5还是1到几的其他的线路。就改天没事干的时候，我可以去把这些线路再去走一走。但是我觉得那怎么也得1个来小时才能够逛完，因为这个社区实在是太大了。其实祈福新村里面的每一条马路都是有名字的，比方这条路呢叫辅华路，但是我们基本上搞不清楚，因为它一般就是纵向的有街道的名字，很多小街呢就是1街、2街、3街这么排下去。现在呢，我已经到了19号大街了。我的左前方呢是棕榈园，一个很漂亮的花园。我今天在半山那边也经过另外一个花园。其实祈福这样的花园绿地还不少，有空呢也可以在村内专门去走一走这些有名字的花园。好了，那今天呢就是随意的骑车在村里逛逛啊。
重点呢就是从祈福兴奋的各个大门进进出出穿梭了一番。这些呢都是祈福村内的居民啊出入的途径啊。无论你是开车还是走路还是骑单车，都是要通过这些道路呢通往村内外啊。所以也对那些祈福不太熟的朋友展示一下祈福这个乌村有很多的出入口。那如果一般的人进来呢，还都是要有门槛才能够出入。那如果你是村内的车辆呢，当然通行畅通。但如果说是村外来的车辆，都要经过登记啊，或者你在出入口这个地方呢，它需要村民有出入卡的人呢带你进村啊，否则的话呢你是进不来的。这个对于保安来讲啊，也是他们的工作，那使得住在里面的村民呢也会显得安全一些吧。所以我觉得这种保安设施呢还是需要的。好了，那今天我们就骑行在村里的闲逛到此结束了，也达到了骑行锻炼的目的。那我们现在就回家去了，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谢谢大家的陪伴和观赏，拜拜。